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东西在你从小或不知从某个时候开始就深深吸引你，但因为这件事可能没太多人能跟你一起做，或是鼓励你，所以说不定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或从没去重视过。对我来说，其中之一就是跟古老的遗迹相关，安静、人少、真实的遗迹。接触这些遗迹会让我全身浸泡在比肾上腺素还更舒服、神秘的东西里。但这样的经验在以前顶多是我旅行时的重头戏，是很奢侈的事。而现在我慢慢把遗迹变成我生活的重心之一，就像我精神世界的家一样，它不再只是一个被深埋的神秘地层。对于古老遗迹的这种热爱，我常忍不住去想，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毕竟就像我们很狂热的喜欢某个人的时候，也许也会忍不住问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他，还是我就只是一个变态而已。于是在我往后会分享一些遗迹之前，我首先想分享的是关于拜访遗迹这件事本身。说不定你也一直有点感觉，只是没机会去尽情探索或唤醒它。对我来说，遗迹的魅力几乎跟性是相通的。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相信几乎所有我们热爱的事物都是如此。墨西哥的古老遗迹非常非常多，如果全部在地图上标出来，会像蚂蚁或沙子一样多到令人傻眼。当中很多是没有整理的，一般人经过时很难注意到的土丘或碎石，或是只有考古学家可以进入的管制区。而开放给大众参观的也不少，少数很有名，但大多数的地方性重点遗迹，在我去的时候几乎都没半个其他访客，就只有一个管理员孤零零的在入口看守。当然我觉得人少很好，觉得寻访一座遗迹是一件非常个人私密的经验，大部分的感动是难以言喻的，而那些来自时间或大地或我们内心深处幽微的声音，只有在最安静孤独的时刻才能被听见。所以我之后会呈现一些关于遗迹的资讯，也只是这座迷宫的一部分，可以逗引我们更深入自由的探索。想知道更多的话，我附参考资料或关键字，但不一定重要。至于你跟这座遗迹的关系，那是你们的秘密。通常我在去之前不会查太多资料，就像我们跟另一个人真心相遇，通常会有点舍不得急着知道他的背景资料。我们会慢慢享受相处的感觉，一些无法预期的心动或互动，一些猜测想象，和越来越多的好奇。也许目前还没有答案，或永远不会有答案。但跟遗迹相处，相较于跟人相处，有很多好处，就是它绝对不会伤害你或欺骗你，因为它实在太古老、太沧桑了。它有人类没有的智慧跟温柔，只会静静陪着每个远道而来的人。古遗迹的迷人之处，为何总是流连在古老的废墟中？那是一种怀旧的极致，未知的机会与权利，一个产生疑问让遐想驰骋的场域。那不是孤独如个人的回忆，而是人类集体的乡愁，未知的回忆。你真的想知道吗？若你不问，不会有人打扰你，请别让人打扰你，也别让自己打扰自己。跟没有明确记录的古遗迹相处，是一种步调极缓慢、极自由的状态。相较于资讯爆炸、层层覆盖的现代，那是一片难得的深邃的空间和时间。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试图操控我们，要提供我们什么，声称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或急着麻醉我们的焦虑。一切时间被拉长，我们看见事物最终的模样。如果终将逝去，一切要怎么重新感受？那些已经过去的，正在拓展的，正在颓败的，我们看着这件陶器，静静的感受，与它共处，就像跟人相处一样，安静自在地，带点兴奋好奇，但稍微克制的共处。许多疑问自然会浮现，关于它的问题，
关于他和我的关系，也许好遥远，也许令人站立的好近，而那些疑问也许很快的能获得解答，或永远得不到答案。或得到答案时，我们早已忘了当初这问题是怎么来的。但在某一刻，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某个问题获得了解答或开展时，我们会感到一种清明的快乐与满足。成长于台湾，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近古老遗迹的机会真的不多，或是那种规模跟数量是明显有差的。几年前我去过第一次内观静坐10天，不说话也不跟任何人互动，让所有思绪沉淀。最后我在吃饭的时候会开始看着对面的人的水杯，上面印的 Nike 的 logo， 开始思考或感觉它为何会长成这样，而人类是怎么理解它的。后来内观结束，我从南部回台北，最后一段路我搭计程车经过熟悉的城市，一路看窗外眼花缭乱的招牌，最后我在家门口吐了。然而过几天，我几乎又重新适应一切。人要经过多么刻意的沉淀跟隔离，才会稍微不小心掀起这庞大现代社会的一角。但是史前遗迹是眼睁睁摆在眼前的一个庞大的谜题跟证据，如此令人费解、敬畏与着迷，让我们感受日常不曾有机会感受的、遗忘许久的一些无以名状、悲心交集、幽深巨大的感动。也许你不会立刻真的来，但我真正想分享给你的就是这些文字了。谢谢你听到这里，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旅程中交错相遇，交换一点讯息，像是手中握着一些细小晶亮的宝石一样，然后继续上路，手心悄悄反射着多种光亮。如果有什么想说的，都请尽量留言或订阅按赞，都是给我最温暖的回馈哦。下次见。